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 Obsidian 的第三方外挂，它的名称叫做 Templator。那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扩充了内建的样板而形成的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外挂。那我们首先就先来看一下，透过这个外挂呢，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展示。好，我们首先来产生一个邮寄的一个笔记首先我们先点击新增笔记，然后呢，在这个标题的地方呢，输入一个旅游的地点比如说我们输入垦丁。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旅游的笔记然后我们接着呢进入编辑状态，然后接着呢在左边的侧边栏呢找到 Template 的按钮点击了以后呢，它会出现跟插入样板一样的一个弹出式的视窗，然后选择到我们要使用的样板就是这个旅游记录，它就会开始帮我们产生这一篇的笔记。那因为我们这个笔记里面用到一些网络服务，因此需要等待个几秒钟。那现在呢就已经产生出了这一份笔记了那我们同时把预览的模式给开启起来。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左边产生好的这个笔记的内容呢，形成的我们的笔记呢，就是我们右边的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它的内容就是首先这个就是这个日期呢是动态去取得的然后接着呢有一个根据我们的笔记的档名产生出来的一个随机的图片。那这个图片呢会这个网站呢它会根据你传进去的这个名称自动帮你抓一个比较近似的一个图片出来那这个是垦丁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这边有插入一个 Google 的 Map， 然后后面再有一些其他的标签，然后最后面呢又是一个动态产生的跟标题相关的一个图片。那这个就是透过 Templator 呢它可以做到的功能。目前内建的功能有些功能它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那接着我们就再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 Templator 要怎么来做设定。首先我们要先启用 Templator 这个外挂那也就是在这个设定里面呢，点击这个第三方外挂，再点击这个浏览社群的外挂呢，点击浏览，然后呢输入 Template EMP， 好，找到了以后呢再点击它，然后呢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击这个安装这个按钮那安装起来以后呢，回到这一个第三方外挂这个地方呢，记得先到下面去找到 Template， 然后勾选把它给启用起来，然后再关闭起来。那这样子呢，这个 Template 呢就已经启用了那启用完以后我们接着呢就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一些样板的内容可以来使用好Template 它有内建的几个样板的变数比如它的变数呢，通通都是需要使用大括号开头的因此我们必须使用大括号比如说这个 TP 底线 title 呢，就是会取得我们的档名你可以看到它变数名称呢，为了避免冲突所以它都是 TP 底线开头然后还有呢，今天、昨天、明天的日期。那这边呢可以使用一个减号 F 冒号这样子的格式F 冒号这样的格式呢，来定义它的输出的格式。因此我们的假如说我们希望取出日期，除了日期以外也要取出它的时间的话那它使用的方法就会是像这样子TP 底线 today， 然后呢冒号 F 等于，这个就是格式了那我们这个格式呢，我要用 YYYY-MM-DD， 然后呢 HH 冒号分钟是用小写的那因为这个中间日期跟时间中间有空白嘛所以你要用双引号把它刮起来然后最外面当然都是要用大括号刮起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样板到时候我们在产生笔记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格式好，然后接着就是除了这3个日期以外呢，它可以动态取得本日的格言有指定的这个网站，还有呢可以随机取得 random 的 picture 这是随机的图片，然后呢也可以取得根据我们的笔记的档名呢，自动去取得一个图片回来那这是它内建的一些样板的变数。
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义我们自己的样板变数。那这些制定的样板的变数呢，它基本上就是要执行一个命令行的指令，然后这个命令行指定会回传的内容呢，就会变成是我们插入在我们笔记里面的内容。好，那我这边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范例哈。我们可以用这个 curl 这个指令哦，那这个指令是每一个作业系统都有这个指令的哈。那在我们 Windows 里面呢，就会有一个 curl.exe 啊 ，Mac 或是 Linux 都有一个对应的指令，然后后面再传进去一些参数，比如说我们这个表头的标题要把它设定成是我要取得繁体中文的格式，然后呢是到这个 wttr.in 这个网站传入台北这个地方写错了哈，这边我们格式写的不对，好，这里多了一个 y 哈，好，因为本来是新北市啊 ，New Taipei City， 好，那这个就是台北问号，然后我们要用 format 等于3，那你也可以用等于4等等啊，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不同的格式会有不同的输出的结果啊。那这个呢，就是可以用自定样板的方法来设定的。那怎么设定呢？我们就从设定里面再找到这个外挂选项，再找到 template， 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最下面这个 add template 呢，自己加新的样板。好，比如说我们台北市人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然后呢输入刚刚的这个指令，这个指令这里是错的。好，然后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样板的资料夹里面那这个当然就是你要在设定里面去设定好你样板存放的那个资料夹，就是在设定的这个样板这个是内建样板的设定的区域。那在这边呢，你要指定你样板要放到哪一个资料夹，然后在这个资料夹里面呢，你新增的档案呢，到时候它就会变成是可以选择的样板那我们的旅游记录的这个样板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写了哪一些东西。好，你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呢就定义了我们的日期，所以它会自动抓我们今天的系统日期，而且是用后面这样子的一个格式产生出来。那这个底线 DDD 就是星期几的3个英文字然后后面接着就是我们档名档名的随机的图形，然后下面是用这个我们制定的变数去取得天气的内容。然后后面这一个好，我们把它进入编辑模式后面这个其实就是只是一个 iframe 啦，那它是一个 Google Map 的 iframe 那透过这个 Q 等于在这个后面呢传入了 TP 底线 title， 也就是我把这个标题的名称，比如说垦丁就传进去了它就会产生出我们要的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自己这个笔记需要有哪一些内容，就可以把它定义好那这是旅游的笔记。那我们也可以假设我有一个特定的一个笔记经常要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给用这样的格式给做好比如说我这是写一个 Obsidian 文章的一个样板那我们在这个YAML 区域指定我的 metadata 的地方呢，就可以把我们一些常用的这些变数给填进来，然后呢整个就可以组织好。那我们的每日笔记呢，也可以比照这样子的方法来做建立。但是要请注意的就是你如果要把每日笔记取代成用这个 template 的话那在这个设定里面呢，你需要去做额外的设定就是在这个 template 里面，在这个地方你要用这个覆盖这个每日笔记的那个样板要把它勾选起来才可以覆盖成使用它的格式那这个是我们一样就是使用 template 的这些变数来组成一个我们的每日笔记。好，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笔记以后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笔记的内容呢，就可以做到更多样那到时候重复的一些内容呢，就可以很快的透过这个样板呢，很快就可以产生出来。好，那这个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一个笔记的功能给大家那希望对大家的这个在使用这个 template 的方便性上能够有所帮助。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介绍这个 template 这一个外挂给大家，谢谢各位。